我们就自信一点，江南古村落本来就有自己的味道，我就非常不喜欢有人把江南的一些古村落称之为是各种的布达拉宫。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得是第几个被称之为是布达拉宫的江南古村落了。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呢，就是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柳城收竹镇的上皇古村。这个村子啊，最早的建村历史啊，要追溯到宋朝的元丰年间，距今差不多有950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啊，虽然叫上皇村，但是整个村子里面没有一个姓黄的人。整个村子啊，是由王姓的族人来开基立业，建立了这个村子。当时啊，是一个福建叫王延后的人，跟着他的祖父啊，来到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地方风水非常的好，于是就在这里啊，建立了这个村子。那为什么取名叫上皇村呢？仅仅是因为啊，这个村子的边上有一个上皇坑，所以说有了这个名字。这个村子啊，虽然有950年的这个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更迭啊，整个村子里面只有20几个老人还生活在这里了。大部分的年轻人呢，都因为这个村子啊，交通非常的困难，搬到了下面的这个柳城镇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啊，来到这里啊，看看被很多网友称之为是江南布达拉宫的这个村子里面，那些老人啊，生活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发现现在很多做营销的人有一个毛病，看到这个山腰上的黄色的夯土墙的这个房子啊，就把它取名叫做布达拉宫。这个村子哪像布达拉宫啊？布达拉宫本身就是一栋这个房子嘛，这里就零零散散那么多的夯土墙的古民居，这跟松阳的那些古村落还有皖南那个洋产土楼啊是很接近的。而且很多朋友啊，他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布达拉宫的历史。布达拉宫对于现代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旅游景点，但是早年啊，对于藏族同胞来讲，这是一部啊非常惨烈的一部血泪史啊！人家很多藏族这些老人啊是不愿意提及这个布达拉宫的历史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江南的古村落就有江南的古村落的味道。这么一个古村落啊，特别的好看，何必要去挂别的那个名号呢？早年我在搜索这个上皇古村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黄姓的族人在这里生活的，结果你看，处处都是王家大院，根本就不是黄姓族人生活的地方。整个村子起起伏伏的，全部是这种石板路，还有这种夯土房，特别好看。进村走了10来分钟啊，基本上就没有看到一户人家是有人的。这个村子啊，也被称之为是空心村了。整个村落里面啊，80几栋的明清老建筑啊，几乎没有人住的。但这里有一块告示牌，这是以前这个老房子修缮完的一个对比图。有些房子斜了，他就把它重新加固、重新修缮。这栋好像造的还不错哎，窗啊、门啊都是新修的，而且这个夯土也是新材料做的夯土。这2面墙就有明显的这个对比，这个好像更细致一点，几乎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无人村啊，再过几年这个村子也一定是挺可惜的。这个巷子，我觉得这个景观一点都不差，只不过没人来运作。这个变成一个农具房了，你看，原来应该是养牲畜的，它就搭在这个山腰上，在这里面的2层已经有点漏风了。这样的老房子没有修的必要了啊。这里没有什么饭店，没有什么民宿，这里有个叫吃饭预约的电话号码在这里，你要来吃饭要提前打到电话的。哟，这户人家好像是有老人住的，我们走过去探索一下。阿姨你好，阿姨你这个房子好像风景很好嘛？风景好啊。啊，你这个视角这么好的，你看很宽敞的嘛。很好，也卖掉了呀。这个房子卖掉了？对。那你怎么还住在这里？那个老板还没拿走了，就在这里住，他要来装修了。哦，装修做民宿。不知道做什么。说今年下半年来不是钱不到位，拿得出拿不出，拿得出。那买房子这个钱给你了吗？买房子这是那个县里拿去给了。
哦，县里给你了，然后县里再卖给那个老板。对对对，他肯定是看到你这栋房子是风水比较好，景观也比较好，风水比较好，都是不很旧了。晒晒太阳，你看都很好。哦，晒晒东西是好的。哎，你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呀？我的一起来就这样造起来。你小的时候就已经造起来了。对，哦，那也估计有个100来年，估计有的。哎，里面弄得还挺干净的。不干净。他不来，座位又门开进去又放东西。哦，住在哪里啊？你啊？我住在那边啊？对，那边新房子是吧？也不是新房子，也是旧房子。哦，水流下来呗，帮他那个瓦擦一下就行。是的，挺好的。那你还是蛮好的一个人。四季豆晒在这里啊。吃不完啊。嗯。哎呦。起来。见过那个长冈豆的，没见过这个四季豆晒的。那这个是啥呀？野生的那个金针。金针。对。像一个花一样的吗？对，本来花一样的。像黄花菜一样的啊。对。哦哟，这个也没见过。我问一下，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呀？加平方两的。嗯。只有800多一点平方。一个平方800多。这里面10万块钱差不多啊。没有，只有3万2块钱嘞。3万2块钱啊！祖辈住了多少年，到最后才卖3万块钱。反正小孩子他们又不回来喂。是的。放在这里嘛，有修嘛又要钱，不修嘛是嘛也是，掉差不多要去享福了。哎呀，小孩子都长大了，该享福了。我们再往前走走，谢谢你，阿姨。不要谢。这个村子的海拔居然有831米，跟之前我们去的盘安的那个悬崖村的高度是一样的。但这个村子还只是在半山腰上，这里的一栋房子啊，你看基本上已经都把结构修好了。刚刚阿姨跟我讲了，她的房子卖给政府啊，政府又卖给别的老板，但是这个老板说要来修啊，我估计他看到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敢花钱过来修了。哎呀，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文旅啊，该何去何从啊？真的是大家都不敢动啊，口袋里的钱都捂得特别紧。你说要修吧，投个几十万上百万的，没人来，你还得安排这个员工守在这个店里，这是比较麻烦。这些房子其实都修过了呀，贴了告示。哇！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啊，真的是陈家铺跟阳澄土楼之间的结合，两个村子最美的这个景观结合在一起啊，就变成这个5亿的上皇村了。这个村子如果打造一下，那些小姐姐过来拍拍照，我觉得一定是很漂亮的，而且是海拔有831米呢。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被废弃啊，真的是很可惜。这个楼梯感觉起伏有个20-30米嘞，整个全部是用石板路来的。村子的历史有950年的历史，一定要保持住啊！再撑50年，这个村子就变成1000年古村落了。在浙江省范围之内，能有1000年历史的古村落，真的不多见的。所以看着一栋啊没有人住的房子，真的可惜。哇，这个像个天梯一样的，这么长。看看上面那一栋房是不是那个吊楼啊？如果这个村子里面住的都是老人啊，像这样的一个楼梯啊，老人腿脚如果不利索的话，真的没法住啊，他就只能在家里面干农活也没法干了。这栋楼像不像那个五角大楼？也是一条路这样对过去啊，也没人住了。这么好的一栋房子也没人住了。这里搞了一个新房子嘛，像是一个村委会一样的，放了很多的书跟一个电视机，你看没人用哎，还是一个平台。挺可惜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没有人用，那砸下去的这个钱真的是打水漂了，可惜。这里也有一栋这个设计过的新房子，你看，但是压根就没有投入到使用，里面放了一些柴火，这个里面还是钢结构的呢。早几年的话，一定是被改造成洋气的咖啡馆或者民宿，只可惜现在没有用。悲观的讲，过几年更没有人用。算是最高的一栋房子了。哎呦，我问一下，你这个西瓜卖不卖的？西瓜我买了一个啦。你买来的？哦。我以为你种的嘛，我就给你买了。我买了一个啦。你买了多少钱了？我买了30块钱买那个。20块钱？30块。30块钱买来的。贴饼我拿回来个。要不这样，我给你50块钱买了，我们3个人一起吃怎么样？我们走到这里渴死了呀，我们切个一半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你留着自己吃。我没有闻了。阿姨挑的这个瓜肯定好吃的，哎呀，跟她一起吃的。哎呀呀，你这个30块钱拎上来不得了哎！我雪饼买过那个今天。哦，今天买的啊？哦，看得很新鲜。哦呦，好的哎。好不好？
阿姨挑这瓜这么好，我就好没有的。我们路上乐的乐死。你尝尝，爸，那你先吃，你先吃，你先吃。我钱给我了，那你先吃啊，那肯定要吃的，我们就吃这么几片就可以了。你钱给我了，我吃了。花甜的。好甜了。哎呦，这个西瓜出现在这么一个村子里面啊，神仙一样的西瓜，啊，粽子不用了，粽子不吃了，吃一个了。粽子不吃了，粽子不吃。好吃的。哦，太客气了。我这个种大力包的。大力包好吃。自己包的。啊，大力包不好吃呀。阿姨，这个馅你看，这个植物的这个藤条来包的，这个没见过，好漂亮的一个粽子呀。大力包的这个好吃的。西瓜真的甜。这个粽叶你看这么新鲜，整个粽叶的这个绿色已经渗到这个糯米里面去了。还有一颗这么大的板栗，这板栗一看就不是买来的板栗。这板栗就是当地野生的这种大板栗，好吃哎！哇，里面居然还有一块肉哎！你看有一块大肥肉，你看好吃哎！不用，够了，太够了，阿姨。不要了。这个板栗是不是自己去采的？是吧？啊，这里种的，不是买的啊。不是买的。那吃起来就特别香。种的。好吃啊。好吃，特别香。老师好。这几户人家好像都住着人呢。这里还有只小猫咪，你看，哎呀，这个咪咪怎么一个脚没了？好像是被那个捕兽夹夹掉了，真的是三脚猫。这里没有游客的云集，没有粘人的这个导游，没有咖啡馆，也没有任何的民宿，就是这么一个最原生态、最朴实的一个古村落的模样。这样的古村落就应该值得被更多的人关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这个村子然后游客一多这个村子就有慢慢恢复的可能性了。你看。大叔就在这里休息，哇，真的这里还蛮凉快的。他说这里很凉快，很凉快啊，凉快你听得懂啊？我们是嘉兴，嘉兴你知道吧？嘉兴在浙江的北面。那您归根了呀？您今年几岁了呀？90岁了。哎呀，那你这个脸色气色都蛮好的嘛。哎呀，蛮好的嘛。你是住在哪个房子呀？我们那个房子那个下面。你是住在那个上面那个房子啊？对，这个往下面走。还有上面啊？那你走下来方便吗呀？走下来这是凉快的。走下来啊？这里凉快一点。凉快的了。哎呀，你腿脚还可以，说明。这是我们在这个上黄村里面看到的年纪最大的一个长者了，居然从山上这样走下来，这里乘风凉了。满乡烟尘。祝你健康，你健康长寿。好。看到了老人就想起了自己的爷爷，以前也是90几岁过世了。这个大叔腿脚还蛮利索的，这样的一个台阶他能从山上走下来，太不容易了。很多朋友看这几个字估计都不会念。这个其实念叫神书玉露，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前《山海经》的这个神话里面，有一扇叫东海杜素山的一个鬼门，当时有2个这个门神一个叫神书，一个叫玉露，这2个门神就是把守在这个鬼门上的。然后出入这个鬼门的一些恶鬼想要去祸害人间的时候就会被这2位门神给他用这个芦苇绳给他拴住，然后喂老虎。所以后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在自家的这个门上贴上这2个门神的这个字在门上。哎呀，我抵了一下，这个门居然开了，吓我一大跳呢。所以说大家记住了，这个念叫神书玉露。这房子基本上都已经塌完了，这个夯土墙基本上已经开裂斜掉了，要不是边上这栋房子给它支撑住这栋房子一定是塌掉。这一栋外观看起来非常典型的明清的老建筑里面空空如也，房顶也破烂不堪了，放了几个桌子，桌子的这个抽屉也被人打开过了，估计有些人来翻东西。里面这个泥地上面的这个青苔太有感觉了，这个绿色的饱和度真的是多可惜这样一栋房子。奇迹的奇迹，中国的，这里设置了一个打卡点。哎呦，这个倒蛮好的。
我还以为你们是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呢。哎，这里搞了一个摩旅的一个打卡点呢，怪不得这很多人来骑摩托车，这一路上看到好多呢。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他让你把这个地啊留给子孙。刚刚就是从这条巷子一路走下来的，每条巷子拎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景点，只可惜没人打理。这么好的一个景观的一个村子，哇，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这个视角也很漂亮的。你说这个跟洋铲土楼、跟陈家铺有啥区别呢？可惜了，真的可惜。哎呀，村子里面的人都这么好。这里有一栋非常精美的三合院，你看，哇，里面杂草丛生。打扰打扰，房顶的这个木雕啊也很精美的呢。然后该修的那些修补件全部修好了呀，花了那么多钱来修建，可惜了。这么一栋院子，你看，小小的一个庭院啊，边上3间房子，里面这个柱子啊也都重新修过了，你看，可惜没有人住了。以前也一定是一个大户人家呢。整个村子啊，你要说它是一个空心村啊，一点都不为过。但是像我今天真正来到这个村子之后啊，整个村落的淳朴、原生态，以及村子里面老人暖暖的人情味啊，这一点在我们整个浙江古村落里面，一定是排在非常前面的。我觉得啊，像这样的古村落不应该被埋没，不应该被遗忘，也不应该变成一个无人村。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记得点赞关注哦。